今天我们说《西游记》啊，要说这个领头的人了，谁呢？唐僧，唐三藏。唐僧啊，在这个《西游记》里边，他的重要地位不用我说，大家也知道。要没有这个人，整个西天取经9981难全成不了。而且唐僧在取经的团队里面，有一点毫无疑问，他是最忠实的、信念坚定的执行者。你看这个取经过程当中，孙悟空呢是玩的高兴，我跟着玩；要不高兴了，脾气一上来，无法无天了。猪八戒呢时时刻刻，哎呀不行，我就回高老庄，留条后路，有点私心。沙和尚当然是希望能够兢兢业业的把这事完成，自个儿能修成个正。但是这里头呢，他的能耐不大，而且人脉资源也不广，起不了决定性作用。只有唐僧对于取经的目标可以说是坚定无比，对自己坚守这种信念从来就没曾动摇过。不管是吃苦啊、遭罪啊、生命面临着危险呢，还是受到女色诱惑，唐僧呢都没有动摇过信念。而且更主要一点呢，唐僧本身呢，他的人脉非常广泛。你别看这里面他最没能耐，跟个窝囊废似的，胆小怕事有时候还，但是他的人脉谁比不了？人家根儿硬啊，人家前世是什么呀？真的能耐大的，最后还不是唐僧的面子吗？你是玉皇大帝那边也好，如来佛祖、观世音菩萨也好，不都是为了唐僧他们才下来解救这个师徒四个的灾难吗？有些妖怪能耐大的很，那都是佛祖身边的人。你像那个狮驼岭三魔，那个金翅大鹏鸟能耐多大呀？那如果没有如来佛帮忙的话，他不可能啊。所以光靠孙悟空能耐那是不行的。就唐僧拥有最广泛的人脉，所以在这个西天取经这个4个人团队里头呢，孙悟空呢是实践过程当中的急先锋，但是精神领袖和主心骨，准确说定海神针，还得说是唐僧。而且你从整个《西游记》这个过程来看呢，如来佛祖是以惊天大手笔下了一盘非常大的棋。这个棋里边最重要的2个环节，唐僧和孙悟空，他们不仅是取经过程当中的执行者和工具，也是取经这件事情的由头。有人说由头是唐僧，跟孙悟空有什么关系？这里头体现了佛祖比较高超的这种编剧艺术。他这编着整个剧编的特别地道，也就是说不把如来佛搬出来，这事儿解决不了了。那么如来佛出来了，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可是这个石猴呢，是天地精华之所居，你没法在肉身上消灭它，你只能是降服它。玉皇大帝不也动过这心思吗？又弼马温又齐天大圣了，孙猴还是反了。所以如来佛祖要展示他高人一筹的领导艺术。他不仅仅是压服，我还要驯服你。我不是说5个手指头成5指山给你压500年，我还让你驯化。所以西天取经这个过程呢，驯化孙悟空，收为己用，同时向宇宙间所有的神仙9天10地所有神仙展示一下我如来佛祖的法力到底在哪，为什么我法力无边，你们都不行。所以这个过程无形间给如来佛祖做了一个活广告，扬招立威。那么与此同时，怎么能够保证孙悟空受到驯化呢？得有人制约他，得有人直接执行驯化他，不能佛祖带他。谁？让唐僧给他弄个紧箍咒一戴。这一道上，孙悟空基本上就不断在紧箍咒和唐僧的控制下，成为了一个很驯化的人。那么与此同时呢，也正因为孙悟空有这种法力，能保着唐僧走一道，经历了9981难，尤其是他有能力保护唐僧，但是遇到大难的时候没法过坎儿。那么这样一种微妙的组合，微妙的平衡，最后使唐僧身上呢加了很多的光环，一道过来到西天雷音寺取了经，也使自个儿这个2弟子金蝉子长老最终修成正果，也使孙悟空这一道完成了他理想的驯化过程。所以如来佛祖用惊天手笔呢下了一盘大棋，在这棋里边最重要的棋子儿唐僧和孙悟空
而且也为了这两个人，他才设计了整个西天取经的这么一条线路。所以有唐僧是为了让孙悟空实现招安和驯化，有孙悟空是为保唐僧，让自个儿这个佛祖的二弟子最终修成正果。要不然他个肉眼凡胎到了尘世间，怎么能够修成正果呢？你得有人帮啊！而且对外一说，孙悟空我徒弟，你这个玉皇大帝驯不了，你看搁到我手底下，我徒弟保我一路西天取经，这也算是唐僧的政绩工程。把一个社会不稳定因素在他这儿通过维稳的方式给拿下来吗？你这也是唐僧的政绩啊。所以说两个人在这一道之上互相成全，最后把谁成全？把如来佛祖成全了，说明佛祖法力无边，什么都逃不过他的掌心。所以唐僧是西天取经当中最为重要的一枚棋子，而整个西游记就像一部编得非常精妙的剧本一样，所有的东西都围绕着佛祖这种精妙的思维展开。什么思维呢？我们最简单一个道理，很多小朋友都看明白了。说这西游记里头你看多有意思，这个唐僧肉吃了长生不老，谁都想吃。可是有时候你发现怪了，要是我是妖怪的话，我把唐僧抓住了，我管他生的熟的，我先啃两口，我先弄个长生不老再说。可是你看所有妖怪抓住唐僧都干嘛呢？不着急吃，各种各样理由。有的说把我干娘请来，我们娘俩一块吃唐僧肉。还有的说不着急，一会儿把它煮熟了，咱不吃生的，吃熟的。还有的说呢，你看他徒弟孙猴在门口叫骂着，待把那孙猴抓来一并下锅吃了，也省得刮臊。你看还非得把徒弟抓来，还得吃个全乎，这不是满汉全席呢？明显看出这里头编排的很做作。为什么这样呢？我们再看想吃唐僧肉的是哪些人，咱就能解开这个谜底。比方说有的妖怪没啥根儿的你比方说什么这个蝎子精那个狼精明显就是在山野里头费挺大劲，自己自修了个文凭，然后呢上头给你发500年道行满了，你可以为非作歹去了。没根儿的小妖精，这些小妖精想吃唐僧，首先一个能耐不够，所以这样妖精里能耐最大的还就那白骨精呢，最后也没有逃脱孙猴这个法力。我们再看还有一些妖精要吃唐僧肉，可这些妖精可不得了了，那都是有根儿的。他们要吃唐僧肉那是假的，为啥呢？他们是如来佛祖派下来当托的演员，就是为了给唐僧他们制造磨难。说是制造磨难，其实假模假样演一出戏，让这个天地之间所有的神佛人一看，哎呦，唐僧真不容易这取经真经费了劲了，有功就是为了演戏，他们都是一些配角。所以呢他们抓住唐僧呢，那不能吃那佛祖也不让他们吃，这都定好的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们要想各种各样理由呢，把这个戏拖延下去，等待着孙悟空找了人或者自个儿打上来，把唐僧给救出去，把这出戏唱圆嘛。他要敢把唐僧吃了，那佛祖能饶得了他吗？相反，由于这是演戏，孙悟空真到了要打败这些人的时候，抡起金箍棒要把这个杀了，要把那杀了，保准这时候半截空中下了个菩萨，下了个神仙，泼猴不得无礼，这是我的坐骑，某天某日什么看看跑到下界，那都扯淡了，那这全是糊弄孙悟空唐僧的。等于他说这些功夫呢，仅仅是围着唐僧外部。那么在唐僧内部的小团队里，这些事情具体的就由观音菩萨跟如来佛祖来策划了，而且策划的是格外的周详。你比方说这个小团队里，唐僧和孙悟空、猪八戒的关系，那么这些人的关系来讲，作为一个小团队里，他要有制衡。孙悟空能耐最大，可是不好管，这跟我们现实是一样的。这个人才他非常管用，但是你不好用。这个奴才呢，不怎么管用，但是你好用，他听话。所以猪八戒是现实的，必须的。沙和尚呢，干些杂活，谁不愿干他干，这是个典型的好奴才。但是孙悟空这关你不好过，他能耐大，脾气还暴。所以这个时候呢，观音菩萨设计了一条很毒辣的计策，弄出一套紧箍咒，
让孙悟空自个儿换。哟，这帽子挺好看，这干嘛呢？唐僧说：“我小时候啊就戴这帽子，不会念的经，戴着帽子就会念了。你看着好看。”孙悟空你知道这时候猴的特点呢，好新鲜，愿意取巧。这一戴坏了，唐僧这边一念紧箍咒，孙悟空疼得满地打滚。自此之后，不得不死心塌地的听唐僧的，以至于后来有个笑话嘛，说这个师徒四人睡觉，早晨起来了，唐僧一睁眼睛，沙僧跟猪八戒哭的不像样了，悟空躺地上了，死了。唐僧说：“这怎么死的？”猪八戒说：“师傅啊，都怨你呀！你这一晚上做梦，说一晚上梦话，念了一晚上紧箍咒，把大师兄活活给念死了。你看，孙悟空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这个紧箍咒。你比方说他对孙悟空的控制，孙悟空呢把俩强盗给打死了，唐僧不愿意了。唐僧怎么说呢？这番话你听着，就跟《大话西游》里罗家英是那么磨叨。不怪这个周星驰呢，把这个唐僧弄得磨磨叨叨的这一段当做唐僧的真性情。确实，唐僧是真磨叨。他说什么？哎呀，悟空这便如何是好啊？这两个贼人虽然犯下一些罪过，可罪不至死啊！你打退他也就罢了，你怎么能要他性命呢？哎呀，阿弥陀佛，我佛慈悲啊！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啊！何况你好好想想啊，这是旷野之中，打杀他也就罢了，这在闹市之中，你若打杀了，岂不要见官吗？见官也还罢了，你承受罪过了，把我连累了，这便如何是好？你看，磨叽半天是为了啥？为了把真心话说出来。意思，旷野之中你把人杀了，你知道也就行了，咱们逃脱法律制裁了。你在闹市里头，你要打死人，那不惹事了吗？再者说，你打死人你自个儿担着，我是你师傅，把我也连累进。你看，唐僧完全是为了自个儿，很虚伪。前面磨的那么些，是为了把自个儿的真心话隐藏起来。所以《大话西游》里头那罗家英磨磨叨叨，那其实是很有技巧的，等于。所以你看，唐僧跟孙悟空之间这种关系，其实是控制跟反控制的一种关系。就像领导团队里边，这个领导是个庸才，是个外行，偏偏要领导英才的内行孙悟空。这个时候他又偏偏掐着孙悟空的要害，比方说领导决定你评职称，决定你分房子，他哪怕是个混蛋呢，你没办法，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你还得曲意奉迎着领导。那么在这个时候，领导不光是要用你，还有人控制你，跟你形成制衡。谁呢？猪八戒就是一个制衡点。在我们身边不少单位里就存在这样情况，有猪八戒这样人，有孙悟空这样人。领导有时候呢，为什么要重用猪八戒这样人？就是为了制衡孙悟空这样的能人和好人。所以我曾经说，在我们的身边有好多这种情况，咱们的一些制度因素呢，从来不去约束这种小人，反而专门收拾这种好人，最后把好人呢都收拾成小人拉倒。所以唐僧师徒这种关系，其实精妙的反映了中国几千年下来文化当中的劣根性，尤其是在团队管理和官场当中的劣根性。就是我说不约束小人，专门约束好人，用小人来制约好人，最后把好人全变成小人。所以这是我们制度层面有一些非常差劲的地方。我认为《西游记》里边通过唐僧、孙悟空、猪八戒的关系，把这个反映的非常非常精准。那么当然我们说唐僧身上呢，毛病非常多，胆小怯懦，是非不分，有时候过于执着，很难免有点虚伪。但是唐僧有一点呢，为什么他是主心骨？西天取经的信念从来不曾动摇，尤其是面临着女色的诱惑。说是在《西游记》里边有点有意思的地方啊，基本都跟这有关。你看四圣试禅心，四个菩萨化妆成半老徐娘和仨闺女来试他们。后边呢，女儿国国王看上了唐僧了，百般引诱什么蝎子精，什么玉兔精，这些都看上唐僧了，想跟唐僧好，但是唐僧没动摇。说没有动摇呢，不完全是，有的是没动摇。你比方说他跟玉兔精，他那里边玩了一个假装跟公主结婚，金蝉脱壳，在那天竺国，所以那里头有首歌吗？叫什么？是谁送你来到？你想跟我好，人妖怎可相提并论？我是什么来历，你什么来历？说白了，
我既富二代又是官二代，你算什么玩意儿？所以唐僧心里他有这界限，那些女妖怪引诱他，唐僧是根本不会动心。可是地位同样尊贵的人家不光是富二代官二代，人就是皇上女皇上女儿国国王，长得风情万种，但是妖娆能举动，很漂亮。这时候唐僧动不动心？动心。西游记里就写嘛，女儿国国王说，玉帝哥哥你呀看看我啊，你看我长得漂亮不漂亮？唐僧都不敢睁眼睛直冒汗。为啥？一睁眼睛怕真就是把持不定，因为在他心里知道西天取经是最重要的。可是呢，这种诱惑袭来的时候呢，唐僧也难以解除。所以我说这唐僧啊，摆脱女色诱惑的过程当中呢，也给我们带来很多这个视觉和听觉上的享受。当然说到这儿呢，咱们说唐僧这个人物啊，他只是吴承恩笔下呀文学作品里经过虚构了的人物，他跟现实当中啊真跑到西天取经那个玄奘法师啊，那是无法相提并论的。我们今天说唐僧这个那个跟玄奘法师无关，对于现实当中历尽千辛万苦从西天取回657本佛经的玄奘法师，我们心中还是充满着无上的尊敬。我们有很多朋友对中国传统的这些民间传说呀神话体系很感兴趣，研究了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呢，咱们和西方的神话有很大的不同。你看我们了解古希腊神话，你感觉非常规矩，奥林匹斯山宙斯是最大个的，再往下不是他儿子就他私生子一堆啊，什么这个大英雄啊，什么太阳神呐、月亮之神呐、海神呐、地母啊，很简单。但是你会发现中国的神话故事就特别复杂，从这《山海经》《搜神集》各个著作里流传出来的，好像同一个神仙都有不同叫法，同一个事件里边会有不同神仙参与。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体系庞大驳杂，条理不是很清楚。当然后来出了2部伟大的作品，把中国的神仙体系给梳理了一下。哪2部呢？一部是许仲林写的《封神演义》，一部是吴承恩的《西游记》。这2部作品很多朋友特别感兴趣，因为发现这2部作品有关联。要论成熟年代呢，《西游记》在先，《封神演义》在后。可是要论故事发生年代呢，《封神》写的是武王伐纣的时候，在这个商周之间，而《西游记》写的呢是唐王李世民派玉帝玄奘西天取经的事儿，是在唐代，2个差了1000年以上的。所以这个就有人说，这2部书啊，到底是谁借了谁的光呢？谁用了谁的故事呢？而且这2部书的关联性非常明显，因为2部书里有一些共同人物。你比方说这个李靖，托塔天王李靖，3太子哪吒，2郎神杨戬，这都共有的人物。还有像什么4大天王，这里有那里也有。那么咱们今天就给大伙梳理一下这个封神和西游，它有一个什么样的脉络能把中国传统的神话世界能穿成一块。有比较典型的有那么几个人。头一个咱就说哪吒，这个哪吒呢在西游记里头呢，天兵天将3太子，托塔李天王的3儿子，也是脚踏风火轮手持长枪，下界来呢捉拿孙悟空，结果打不过孙悟空。就这头哪吒呢已经是上方大仙了。那么再看《封神演义》里边写哪吒是什么呢？是这个陈塘关总兵李靖的儿子。他母亲怀他，人家10月怀胎，这怀了3年，一生生个肉球。他爸爸一看这怪物啊，抽出了一下宝剑，嚓一剑砍过来，把肉球劈开，照出一个粉妆玉琢的小孩，这个可爱，这就小哪吒。这孩子打小父母宠他，调皮捣蛋，惹祸无数，最典型的把龙王3太子筋都给抽了。所以后来呢，这个东海龙王发大水，要水淹陈塘关，荼毒百姓。所以这李靖一看呢，跟儿子算账吧。结果呢，哪吒呢受不了这压力，割骨还父，割肉还母。这是封神里写的，这谁给他复活了呢？他师傅。
元始天尊座下弟子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给他复活。哪吒的师傅莲藕化身，摆着莲花，莲藕摆成他身子，然后再从阴间把他三魂七魄招来一拍，哪吒复活了。但是《西游记》里头说哪吒这段不是这么说的，《西游记》里说哪吒呢是如来给他救活的，莲藕化身。那么到底哪个准呢？这个就跟西游和封神骨子里头不同地方有关。西游记你看，西游记是尊佛易道，儒道佛三教嘛，西游记是尊崇佛家，贬低道家。他怎么贬低道家？咱记着车迟国三力是虎力、鹿力、羊力三位大仙是老道，结果让孙悟空给耍戏的就喝了尿了都。而且这三位道士在车迟国呢，抓和尚收拾和尚，却把道观一座座建起来。就这里头有一个佛教和道教两教争的你死我活的问题，就争夺对世俗社会的控制权。那《西游记》既然尊佛，那就哪吒是如来佛给弄的。《封神演义》里是尊道义佛，主要是推崇道家。你看这三清里的都有，太上老君、元始天尊、通天教主，最厉害的这是。所以他这里头哪吒化身呢，就是太乙真人是个老道给他干。所以这涉及到核心里头的一个思想问题，是佛为上还是道为上的问题。那么同样问题也影响到了我们下边说这个人物，贯穿《西游记》和这个《封神演义》太上老君。太上老君《西游记》里头咱都知道形象不怎么样啊，你看让孙悟空给耍的没招了，还靠着二郎神跟孙悟空打。这时候呢，太上老君呢拿那个金刚圈往下一扔，其实是暗算孙悟空，把孙悟空好说歹说逮着了，放到自个儿那个炉子里头练，用6丁神火练了他749天，没把孙悟空练出事，反而练的火眼金睛，就弄得什么招都没有。可是就这么一位看着挺窝囊的老头，在《封神演义》里大展神威。道教有三清，太清、上清、玉清。上清呢是元始天尊，太清就是太上老君，就等于道教的总掌门。在《封神演义》里，等闲事请不出来的。后来通天教主大摆万仙阵、诛仙阵，后来什么绝仙阵、灭仙阵，这时候太上老君才出山。一个人呢大破诛仙阵、万仙阵，大展神通，就厉害的不得了。这是什么原因？它也是一样道理。《西游记》尊佛，那当然得抬举如来了。贬道呢，太上老君总掌门，你往下点吧。《封神演义》不同啊，他尊道，所以太上老君搁到上头。当然，《西游记》呢也不敢慢待太上老君。虽然说太上老君让孙猴耍过枪，但是他的神通那可不是一般人能比了的。你看，在《西游记》里头有非常潜在的对他的描述。孙悟空在天上不牛吗？可是，一到了人间，西天取经，你发现不行了。很多妖怪他不是个，打不过人家。其中就有那么2个妖怪，2组妖怪吧，孙悟空弄不动人。一个是金角银角大王，再一个是青牛精。这2位孙悟空都弄不过。最后孙悟空一调查呢，感情这俩人上面有人，都是太上老君旁边的，孙悟空动不了人家，没招了，找太上老君。太上老君下来轻而易举的法器一记，把他收服了。这就说明这能耐是相当大的。就《西游记》里头也只是为了情节需要，暂时让老头窝囊一会儿，其实也好理解。太上老君在玉皇大帝身边，无论炼丹还干活，都给玉皇大帝干了。你给人家打工，他费那劲干嘛呀？所以为什么孙悟空在天上打的10万天兵天将毫无还手之力？那帮人都是给公家干活，能混就混，谁也不使劲。为什么下界这些妖怪孙悟空都打不过了？人这些妖怪下界都自我创业的，那你有点事儿全自己事儿，当然负责任了。所以这有很大不同。另外一个，你从侧面也能看出，《西游记》也不敢把道教糟蹋到底。你看武庄关那一段，唐僧师徒经武庄关，2个童儿把他迎出来，
说在此之前呢，我家主人镇元子镇元大仙要去弥勒宫听法，临走的时候说，孙悟空进来一看，这道观里头供着天地两个字。孙悟空奇怪啊，你家主人得多了不起供天地？一般来说道观要么供三清四帝，要么供九曜星官，这些真是服。哎，你怎么供上这天地了？你看镇元大仙地仙之祖了不起。后来这不孙悟空惹祸了吗？推倒人参果树，结果呢跟镇元大仙一动手，根本就不是个，说抓就给抓住。镇元大仙说，我也弄不死你，你这天生地就这么个石猴，可是你把我果树推倒了，你非得给我赔。孙悟空没招了，十洲三岛到处找，最后无可奈何求到观音。镇元子是什么呢？是道教里的一流法师。一流法师观音尚且让他3分，那道教总掌门老大太上老君了得吗？肯定了不得。所以说这个脉络就能看出来呢，对于道教呢，西游记和封神呢有不同的见解，但是对于他祖师级的人物都有一个起码的尊敬。这是太上老君。还有一位呢，一祖2个小说里都有，就是4大天王。这个西游记里4大天王咱们印象很深，孙悟空跟这4大天王交战，4大天王有哒哒哒哒哒哒弹琵琶的，记得那个大闹天宫吗？一弹着琵琶，孙悟空就迷糊过去了。这位弹琵琶的呢，这位天王叫持果天王。广目天王是西方的广目天王，广目天王呢，他是拿着蛇，也有说拿龙的，然后南方这位增长天王拿宝剑，赤果广目。北方是多闻天王拿把伞，赤果广目增长多闻。你要到天底下庙，你记住都一样结构，就咱们国内这庙一进来头一所殿为护法殿，就是4大天王殿。4大天王殿你看着这两边就赤果广目增长多闻，就拿着琵琶拿着蛇拿着伞拿把宝剑为4大天王。这可不是什么张学友郭富城，这神话里头鼎鼎大名4大天王。说这西游记我熟悉，说封神里有这4位吗？有，迦梦关魔家4兄弟，魔里青魔里海魔里寿魔里红，魔家4兄弟，姓的魔鬼的魔。这迦梦关这魔家4兄弟是很厉害的，在这封神演义给姜子牙制造了很大麻烦。这哥4个拿什么兵器呢？就是琵琶蛇宝剑和伞，就一看非常明显的这个传承过来。那么类似这种情况呢，封神演义呢跟这个西游呢有个特别明显的传承关系，就是在封神里头呢是老道，到西游里头就成和尚了，由道转佛，而且这个传承是一样的。你像咱们都知道这个中国有4大佛教名山，说五台山那是文殊菩萨的发基地，峨眉山是普贤菩萨发基地，普陀岛是观音的发基地，九华山是地藏王菩萨的发基地。那么这我说头3位在封神里都有，怎么都有呢？名字叫法不一样，都是元始天尊的徒弟。你像文殊菩萨在封神演义里叫文殊广法天尊，普贤菩萨在封神里叫普贤真人，观音菩萨在封神演义里叫慈航道人。你看咱一说观世音佛教有4个字，觉海慈航，就从这儿来的。就他这里头有非常明显的传承关系。那么这还是人物上传承，情节上有一些摘不开的关系。咱说西游记写谁呢？写孙悟空。说封神里有孙悟空吗？孙悟空跟封神演义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咱们看西游里头孙悟空什么情节，不用我说，咱们绝大多数观众朋友都知道孙猴这些事儿啊。东胜神州有一傲来国啊，傲来国上这有一个石头，这石头忽有一天受日精月华崩裂了，孙猴就蹦出来了。那么封神演义里头有个人物和孙悟空很相像，这个人乃眉山七怪之首，叫袁弘，长得就像个猴。是什么化身呢？是精通8九玄功、神通广大的一个白猿，通臂长猿。这个人叫袁弘。这个袁弘呢，在封神演义里头呢，帮着通天教主打仗，
跟这个姜子牙这边作对，结果就跟杨戬就二郎神俩人对上了，俩人杀了个天昏地暗。这两是一场打斗，袁弘也会72变，杨二郎也会72变，就跟我们看《大闹天宫》里孙悟空跟二郎神打几乎是一模一样。而且他最后的结局也很有意思，这个袁弘被抓住了，谁也杀不了他。杨戬割刀砍他脑袋就长出来，砍他脑袋就长出来。咱记不记得车迟国斗法那段杀孙悟空吗？砍下脑袋孙悟空就长了，跟这很像。最后实在杀不了袁弘了，没办法，请来过去上古大仙昆仑山散人陆亚。这个陆亚有个宝葫芦，要杀人了，把葫芦系起来，请宝贝转身，噗，葫芦里出了个飞刀，唰就把你脑袋砍下来了。这个葫芦杀了谁呢？后来妲己，咱都知道妲己狐狸精，但是漂亮迷人呐。谁要杀他，你拿起这个刀斧要砍他，你把纣王给抓住，把他给弄死吧，这妲己罪魁祸首，红颜祸水吗？可是哪个男的要杀这妲己都不忍心，太漂亮，被他迷惑了。后来一看谁也动不得，那陆亚出山，请宝贝转身，噗，飞刀出来，妲己人头落地。袁弘后来是这么死的，而且死之后呢，给困到山河社稷土里，化成了一块石头。所以说这袁弘在一定程度来讲肯定就是孙悟空的前世。当然在西游里头呢也有照应，咱们知道西游记里有一个有名的篇章真假美猴王，这六耳猕猴假冒孙悟空，弄得无论是观世音呢、紧箍咒啊、照妖镜啊全分不清他俩是谁。为什么分不清？这二位叫一体二心，就他跟孙悟空其实是共用一个身体，但是生出了另一重心魔，跟孙悟空不一样。如来在断这事儿的时候，跟各位这菩萨罗汉说了，哪4种灵猴？第一位为灵明石猴，第二位是赤尻马猴，第三位是通背猿猴，第4位六耳猕猴。这个灵明石猴就是孙悟空，六耳猕猴那就是后来跟孙悟空争这个通背猿猴就是指袁弘。就其实这4猴是共用一个身体的，就是4种不同心态，有能知长短，有能明事理，有能懂前后，有能辨是非，就各种各样的神通。所以这如来一番话说明什么？这通背猿猴袁弘啊，可能跟着孙悟空完全是一个身体。你看这些情节咱们一一把它理过来，你会发现呢，《封神演义》跟这个《西游记》啊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现在就有人说他俩谁抄谁，说吴承恩写这个《西游记》在先呢，那是许仲林抄人家。还有人说那也不对呀，那封神里那么多情节，这个西游都没有啊。其实大家不必纠结这事儿，这2位在我看谁也没抄谁，因为他们获得信息的渠道都很广阔，掌握的资料绝不止他们俩人小说里写这些。为啥呢？他俩其实都不是这个书的真正的完全的作者，说白了有可能是传说的整理者和理顺，只不过吴承恩和许仲林2位啊文笔很好，逻辑思维能力很强，把这些民间传说汇总在一块儿，人家能弄得有声有色，编纂的非常顺畅。所以我们说呢，咱不能说许仲林和吴承恩谁借鉴谁怎么回事，这只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呢在2个人身上有一个合理的总结。那就是说为什么同样是梳理神魔体系，《西游记》地位在封神之上呢？那是由于《西游记》在这个神话传说的基础上增添了很多个人对社会的见解。《封神演义》呢是以武王伐纣为背景，纣王失道丢了天下，武王得道获得天下，这一直是中国儒家的一种正统。在这之上，许仲林在思维上没有任何的突破，就是照本宣科，把神话故事往里一装。我们可以说这种写法呢相对来说要简单一些。而吴承恩他用《西游记》来影射当时黑暗的明朝社会，比方说一打妖怪就上头有人，那凡是想吃唐僧肉的最后都不真吃，都如来佛背后设计好了，真想吃那些妖怪水平都不高，孙悟空一棒子给打死了。这是中国人情社会裙带关系呢活生生的写着。
所以吴承恩本身呢，超越了神魔体系，等于神魔体系是梦想照进了现实。而且从文笔的角度来讲呢，《西游记》描绘这几个人物，像孙悟空、唐僧、沙僧、猪八戒，那要比《封神演义》里写姜子牙、二郎神要生动炫目的多。所以最后，《西游记》成了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而《封神演义》未能列于其中。这就是二人写作实在有上下床的好。好，感谢您收看这期的老梁说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